架航天飛機起飛73秒後解體，另一架已經在太空完成了整個任務，卻在距離回家只剩大約15分鐘時，消失在德克薩斯州上空。1986年的挑戰者號，2003年的哥倫比亞號，两場事故相隔17年，两架航天飛機被徹底摧毀，14名宇航員全部犧牲。而更加令人難以接受的是，這兩場災難都不是某個完全無法預料的意外。事故發生以前，NASA 其實都已經看到過危險的徵兆，只不過一次又一次安全飛行，讓那些原本應該被認真對待的問題，逐漸變成了以前也發生過，不是沒出事嗎？1986年1月28日，挑戰者號執行 STS-51任務。當天佛羅里達異常寒冷，發射時氣溫只有大約2攝氏度。而航天飛機2枚固體助推器並不是一整根火箭，而是由多個筒段拼接起來，接縫之間依靠 O 型密封圈阻止內部高溫燃气泄漏。問題是，低溫會讓橡膠彈性下降，密封動作變慢。更關鍵的是 ，NASA 和製造商其實早就知道 O 型圈存在低溫風險，發射前工程師甚至明確建議不要在這麼冷的條件下起飛，但最終任務還是繼續。點火後，右側助推器接縫很快出現洩漏，高溫燃氣像噴燈一樣燒向附近結構，最終導致外部燃料箱和整個飛行器失效。發射僅73秒，挑戰者號在空中解體，7名宇航員全部遇難。而這場事故最可怕的地方，並不是 NASA 完全不知道風險，而是此前 O 型圈已經出現過異常，卻一次次沒有釀成事故。久而久之，原本不正常的現象開始被當成了可以接受的正常情況。2003年1月16日，航天飛機哥倫比亞號執行 STS-107 任務，起飛看起來非常正常，但發射大約82秒以後，一塊東西突然從巨大的橙色外部燃料箱上脫落。它甚至不是金屬，而是一塊保溫泡沫。這塊泡沫脫落以後，高速撞向哥倫比亞號的左側機翼前緣，而那裡恰好是航天飛機最不能受傷的位置之一。這次撞擊在左翼前緣熱防護系統上造成了致命破口。然而當時的哥倫比亞號已經繼續飛向太空，16天裡，它看起來一直都很正常。7名宇航員在軌道上完成了大量微重力實驗，航天飛機本身也沒有出現明顯異常。地面工程師當然注意到了發射時的泡沫撞擊，但此前航天飛機外部燃料箱也曾經發生過泡沫脫落，並沒有導致災難。於是一個非常熟悉的想法再次出現，以前也發生過，應該沒事。於是2003年2月1日，任務完成，哥倫比亞號開始回家。而真正的災難其實已經在16天前發生了。當哥倫比亞號高速進入大氣層時，空氣被猛烈壓縮加熱，機翼前缘開始承受極高熱流。正常情況下 ，RCC 熱防護結構會把這些高溫擋在機翼外面，但左翼已經出現了破口，於是高溫氣體直接衝進機翼內部，開始燒蝕裡面根本無法承受這種溫度的鋁合金結構。最初只是一些溫度和壓力傳感器出現異常，隨後越來越多傳感器失去信號，左翼內部結構持續遭到破壞，最終左翼再也无法承受載荷。2003年2月1日上午，距離原計劃着陸只剩下大約15分鐘，哥倫比亞號在德克薩斯州上空解體，7名宇航員全部遇難。而2場災難以後， NASA 最終還是讓航天飛機重新飛了起來。他繼續維修哈勃，繼續建設國際空間站，一直飛到2011年。所以挑戰者號和哥倫比亞號並不是航天飛機最終退役的唯一原因。真正的問題是，當人們把安全、維護成本、複雜程度和30年的運行經驗全部放在一起以後，終於不得不重新問一句：為了讓一艘飛船既像火箭又像飛機，還能反復使用，我們付出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？